北菜露露，我是露比，我是小野。有没有跟我一样超级爱喝汤？但是现在夏天就没有喝汤了，因为喝完之后就会跟刚洗完澡一样，满身大汗。对，所以我们今天呢要来分享，让大家可以喝冷汤，而且这个冷汤的汤底呢是用茶叶来制作的，这么酷。就是茶汤乌龙面。它制作呢非常的简单快速，你不用待在厨房太久，而且又可以喝到一碗冰冰凉凉，又有主食又有配菜的一道料理。好，那也欢迎大家点击下面的置顶留言，去加入我们的赖团购社群，里面呢都是我们精心挑选的好物，有一些蔬食的冷冻食品啊，还有我们平常有在吃的益生菌，还有小孩、年轻人、老人家都要补充的蛋白粉，都是我们在里面分享给你们的。所以欢迎大家点击下面的留言去加入哦，千万不要错过好康。好，那今天要准备的食材有乌龙面、茶包、豆包、蒟蒻、柠檬、小番茄、香菜跟海苔酥。那我们就开始喽。首先，我们先把小番茄对半切，然后柠檬呢把它切片，香菜把它切末。切这么厚一片，这样才酸爽。再来豆包把它切成丝，这丝感觉有点粗。等下烫了会开，打开。我们料备好之后呢，现在来准备煮茶。那茶呢，大家可以选自己家里平常就有的茶，那尽量选乌龙茶，或是玄米茶，或是小麦茶。其实红茶也可以耶，像是南投埔里那间猫居也是用红茶基底去做料理。那我今天选的是我在日本买的，它这个是有玄米加小麦混合在一起的，但它一次可以泡到1500，但我们今天只用500cc 的话，所以我等一下煮一下就要拿起来，但是要稍微煮的浓一点，因为它等一下是汤底嘛，所以你的茶的味道要浓一点。刚刚提到的猫居啊，大家有机会可以去吃吃看，蛮好吃的餐厅，是要细细品味的一间餐厅，推荐。赶时间不要去。对，赶时间不要去。要怎么判断说茶煮好了没有？茶煮好了，喝喝看，你觉得这个浓郁度可以了，就可以拿起来。等一下，但需要比你平常喝茶再浓一点才行，因为等一下要跟配料一起。我刚刚试喝啊，味道已经蛮浓郁的，茶味蛮浓郁的。这时候就可以把我们的茶包夹起来，然后关火，让它在旁边放凉。我们等一下还要再加冰块，所以你先让它旁边放凉，等一下你的冰块使用量就不会那么大，就可以先煮其他的配菜。不可以丢，这茶包还可以再泡，不可以丢。放凉。刚漏讲一个，就是茶不一定要像我一样用煮的，你如果平常是用热水冲的也可以。煮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比较快，然后第二个茶的味道会更容易释放，所以如果你也想要这样的话，你可以跟我一样用煮的。那如果你觉得麻烦，你可以直接用热水冲泡的也都可以。然后我们现在呢再煮一个滚水，我们要来烫豆包，然后蒟蒻，今天有准备蒟蒻，然后等一下还有乌龙面，然后记得要加点盐巴在水里面哦。OK， 现在乌龙面煮熟之后呢，我们关火，然后准备一个冰水，把它放进去冰镇，它就会更 Q 弹。现在我们把冰镇好的乌龙面呢，把它放到你最后要摆盘的碗里面。我们先把配菜那些把它摆好。好，摆好之后呢，我们来
来调刚刚煮好的茶汤，来加一点酱油、味淋跟一点香油，把它搅拌均匀。然后最后呢，我们就直接把刚调好的茶汤倒进去，然后再加一点冰块，最后呢再撒上香菜、海苔酥，然后如果喜欢吃辣的，可以加一点七味粉，或是家里有柚子胡椒，可以加柚子胡椒。那如果没有的话，可以加那个 wasabi， 也会很搭。好，我们就把它倒进去。开动！最近天气热就要吃这个，然后可以把旁边的柚子胡椒或是你家的瓦萨比拌进去拌进去。乌龙面用冰块冰镇过，那个口感不一样哎，很 Q， 很有嚼劲。我刚刚有把柠檬，我有放柠檬片嘛，我刚刚把柠檬挤一点进去，不用多，一点点就可以。刚刚去讲，酱油一定要用日式酱油哦，不要用台式的那种黑豆酱油。我觉得旁边加海苔酥蛮不错的，整体会多那个海鲜的味道，豆包，然后小番茄跟蒟蒻，它有不同的口感，但同时它都是非常清晰的一种食物。它真的有一种凉爽的感觉。如果太热了，你没有什么胃口的话，很适合做这道。超级。而且整个过程里面就只有川烫那个地方开了火，哦，还有煮茶，你可以用泡的，可以用泡的，可以用泡的。今年夏天可能要常煮这道。好，那想要看到更多好吃的素食料理，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还有开启小铃铛哦。